老黄，厉害吧？李义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哼！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我。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义山在哪儿？李义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义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父。你说你出了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上！剑九皇，原来你也还在。
好，爷爷我就破取9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1，龙蛇。剑2，并蒂莲。黄，少爷，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3，3金。没吃饱，不打了。老黄，你，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传刚之外，只有2个，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凤子营100名骑兵就在前方后面。我还以为你一出灵州就不管我，直奔龙虎山而去了呢。军令已下，凤子营送你东行。军令让你送我，你就送我？当然，军令如山。你不是要接黄麻儿回来吗？军令上可没这条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回小王爷。凤子营骑兵在前方官道等候。不在官道边，在林间等候。为何？无军令时，避免惊扰百姓。这都不懂吗？那就麻烦宁将军，去把人带来吧。升。世子，请留步。重甲铁浮屠，你是典雄处。请世子稍等片刻，
我家将军要亲自送行，我记得你是陈之豹麾下，请世子安心等候。我若是不愿意等呢？世子出行也不使唤一声，路球愿为马前卒，为世子之鞭坠镫啊！姓典的，让路。楚将军，你这弩怕是射不穿铁浮屠的生铁甲，要不你试试？世子出行，铁浮屠让路。陈将军让世子等一等。北凉王旗姓徐，不姓陈。宁将军，难道真愿为这世子效命？不让你让开，有胆子冲阵看看！都闹够了没有？北凉内讧的罪名谁担得起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开，准备冲阵！瞄着！你不是要保护徐丰年吗？等他快死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外面百战精兵，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啊？千军万马，不过就是插标卖首嘛。大话谁不会说呀？陈之豹，你小心点啊！万一我这有人松了弦，你不知道什么下场啊！我刚出灵州就着急追过来，这么急着想杀我？典刑处，将军，典刑处可护你东西。咱俩关系没这么好吧？为了北凉，你暂时还不能死。为了北凉，要不你先死一死？这没你的事儿。世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都别争了，我拒绝铁浮屠同行。有宁峨眉的凤子营就够了。他素来厌恶你，若要保护你，恐怕不能尽心竭力。难道你和典刑处还能欣赏我不成？由我下令，典刑处就是死，也会护住你。不需要。你想清楚，离开北凉，并不安全。宁峨眉，在到龙虎山之前，你能护住我性命吗？只要有军令在，凤子营不死绝，你就不会有事。比起你，我更相信他。铁浮屠归营。重骑退了。你担心那小子？谁担心他了？我是担心我自己。外面骑兵对冲，徐凤年有你保护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决定接手北凉了。你不够资格。这次出行就是给自己争一个世袭罔替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要接北凉，必须3点：一，心狠；二，多谋；三，人脉。这3点，你都不够。你这话说的跟徐骁差不多呀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对。你呢？这3点你都做到了吗？就他一个，要不咱……我倒是挺看好他的。这家伙是有点本事，所以他才留不得呀。别胡闹！世子，
可不该把世袭罔替的事儿给说出来。这种事儿瞒不住人的，提前说出来，对北凉也好，青城也好，都让他们提前做个准备。你回吧。陆球要护着世子出北凉呢。徐骁马上要进京，到时候你护着他。真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小的明白，世子一路小心。出发。甲胄，福将红甲。魏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韩雕寺亲手剥了甲胄，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。叔兄，李钱塘。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我的。还好，不是4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，停手，回来。朝我来的。
这就完了？佛将红甲一化为五，确实不如皈依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。孙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到底是人还是邪？知道他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硬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两剑，怕是落下阴影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呵呵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，长得也比你好看啊，这也能比呀？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来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呸！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嘿嘿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
这两件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，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看，整个甲胄内部都刻了。是什么？其中奥秘，就怕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，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，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，脑袋里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埋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那为什么没出现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。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，兵将无能，是何责罚？最少鞭挞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红甲人，他们2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的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峨眉替凤子营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，新兵的不好说，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。凤子营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也不愿他们战死。
你是世子，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呀。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。这小子有点古怪啊。不说我，前辈方才那2剑惊天动地，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。我用剑，你可以猜猜。不用猜了，他是李淳罡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猜到的？剑神李淳罡。60年前，剑神李淳罡横绝一世，一把木马牛，战遍天下，未逢敌手。你的剑我听说过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原来你当时听见了。60年，您今日几岁了？修真气的活得都比普通人长。你小子一身大黄庭伽蓝，比我还能熬呢。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，你的剑呢？江宁，不能问吗？没什么不能问的。与王仙芝一战，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。王仙芝赢了，剑都断了，当然是他赢了。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。我就拿个剑匣，不一定非得挑战他。你知道徐丰年要去武帝城？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？难道不是？打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躲着，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。无灵素人呢？看这石碑，先皇御笔。不管你是何人，下马说话。这字儿也不怎么样。找死！布阵！神霄剑阵，谁破一个给我看看？还是换人吧，他可破不了神霄剑阵。这小子是不是变强了？用的是赤霞剑诀，很高明的剑术吗？高明个屁！靠气血内爆才借来一点力气，用的越多，伤的越深。练这个的都活不久。
他怎么学会的？王爷给他的。许萧匡的。他不知道用这功法会害他自己性命。知道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此剑法虽然威力很大，但凡是练它的人，死的都很快啊。若我用命来拼，能换林家一线生机，我死1000万次，都心甘情愿。给他吧。咱们猜猜看，他还要撑多久会有金灯窟？我猜1个时辰。帮他破阵。我世子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卑鄙！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还说我们卑鄙，没道理吧？方才是玉箫阵，现在才是真正的神霄剑阵。很强，唯有李先生出手，方能破阵。你不出手？你拜师我就出手。不出手拉倒。我也试试这剑阵。世子，世子，却莫以身试险。是我惹的祸事，不能躲在一边。我陪世子冲阵。世子，死伤者已送回北凉，宁峨眉率凤子营归队。来得正好。先皇留下的石碑，天下闻名的神霄剑阵，敢不敢陪我冲个阵？列阵！阁下到底是谁？徐凤年，北凉世子。这青城不是北凉，你率众闯山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有个叫老孟头的土匪，还有一个叫小雀儿的丫头，再就是和老孟头一块的山贼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没见过。那就没得谈了。徐哥哥，小雀儿，青城王吴灵素，世子远道而来，何不入青城山，观赏山色？好，世子一人入我青城山即可。世子不可。好，我一个人上去。辛苦了，都退回去吧。还没到青州呢，你不能死。当然。做好准备，如有变故，马踏青阳。这小子是傻了，真的就一个人静下来。你这丫头也不担心啊？万无一失的局面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说我肯定会出手救他？不如赌500钱。徐丰年不用你出手，一样能化险为夷。这小子刀法还未入门，不可能有这本事。赌不赌？赌。能溜进去吗？到了。小雀，你先进去。我没想到，世子还真敢进来。把人给我。闯青阳派，就是为了这个山野丫头？你开条件。刚才为你闯阵的那一男一女，是你的侍卫吧？对青阳派无礼，我要他们的命。可以，把人给我，那2个交给你。世子现在就出去，把2个人都拿来。买卖不是这么谈的。这不是买卖。世子入了青城山，命就在我手里，你没得选。这就骗不下去了。你觉得这小子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谈不了就打呗。他还敢动手啊？怕什么？现在骑虎难下的是那姓吴的。你找死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人给我。可现在，你的命在我手里。凤子英就在大门外，所有人都看见我跟你进了青阳派。你想杀我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本事杀光门外所有人。只要走了一个，徐骁就会带着北凉铁骑踏平青城山。杀了你，我即刻回京。我就不信徐骁能飞过来找我。不用飞，京城会把你全家绑给北凉。胡说！用你一家性命换徐骁收兵，一本万利。你输了。你一早就明白这局面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
区一个青阳，怎么敢明面里杀北凉世子？所以徐凤年孤身入山门是有恃无恐。这家伙贼得很，怎么会去送死？没想到你是他的知己啊！你才知己，记得500钱。世子名不虚传，贪花好色吗？难怪他一直夸你。谁夸我？说什么呢？行了，人你交给我吧。京城那边就说我仗势欺人，皇室不会怪你。不急，有人想见你。老孟头没死，有眼光，有胆识，世子很了不起。姑姑，凤年，姑姑，赵玉台，你认识？我躲在听朝廷底下好些年，徐骁夫妻每次来见我，他都守在边上。他是徐骁的人。你知道徐凤年他娘吧？王妃是府上第一个对我笑的人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他娘姓吴，来自剑冢吴家，是吴家上一代剑冠。吴家的剑主都有自己专属剑室，与剑主一起长大。这么说，她是王妃的剑士，名为剑士，跟四姐妹。难怪叫姑姑。姑姑不哭，不是哭，是高兴。当年我娘死后，姑姑就没了踪迹，莫非是被她囚禁此处？他是你姑父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年游历，你和他们相识，你这身份有许多人盯着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弱点和把柄。我把他们带到青阳派，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是啊，徐哥哥，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。那老孟头去哪儿了？他们都悄悄地送去了北凉辖内，如今有了田地，过得非常的好。师傅说我有天分，如今我也是神霄派弟子了。你拜姑姑为师了？他拜在你姑父门下。可他不是皇室御赐的青城王吗？这么多年青阳派仇视北凉，全是假的？是反间，替北凉盯着京城呢。这事徐骁知道？自然知道。你们俩好好聊着，我去周围看看，免得让人瞧见。徐哥哥，我待会儿再来找你。我这些年做的事，稍有疏漏，就会天翻地覆。大将军不敢泄密，也是怕我遇到危险。真是大手笔。青阳派竟是北凉暗线，将来铁骑若出北凉，青城山便是通途，再也掐不住北凉咽喉。不仅仅是青阳派，我真正做的事，比这更重要。还有什么事能比得过这手笔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查害了小姐的凶手。啊？谁？世子快走！姑姑没事，自己人。你家的事我懒得听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都怪这老头。有梯子吗？我现在就下去。江妮，我家丫鬟。丫鬟，通房的？不是，不是。这还没出来，咱们冲进去。不用了，李剑神跟江妮已经不在车里了。你是说，
应该已经进去了。那就好。剑神在，世子可保无忧。哪个剑神啊？哪有第二个剑神啊？独臂的便是李淳罡。他还没死啊？还没。前辈见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敢问前辈，世子呢？里面。那您怎么出来了？早饭吃多了，有点困，我先睡一会儿。放心吧，我把江泥留里面了。这把江泥留里面有什么用啊？既然前辈回来了，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那我先退出去。不用退。姑姑接着说，我的事儿不用逼着他。您刚才说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是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。查出具体结果了吗？小姐离世时，奴婢和大将军才发现她身负重伤。可小姐不肯说出害她的凶手是谁。对手太强，娘是怕报仇害了全家。这些年，我一步步排查日子，细算因果，大概能猜出她何时受的伤。当年小姐曾独自进京，她的伤应该就是那会儿留下的。具体什么时候？那时正怀着世子。凶手人在京城，查出是谁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点细节都追查不到。可查不到，本身就是个大案。凶手权势滔天，才能在京城抹去所有线索。大将军让我在青城传出你姑父采阴补阳的好色名声。徐骁这什么路数啊？大将军有话让我转告。他说，你不愿用大将军的方式接手北凉。是。那些山匪，世子杀了吗？杀了。换做大将军，他也会动刀杀人，为亡魂复仇。那些山匪是他安排的。是。官府四面围堵，就是将他们逼到青城。这些人是为世子施刀锋的。大将军还猜到你会孤身闯宫，他事先就说过，这心机手段和他行事并无二致。他说你想走一条新路，可到头来都在大将军为你铺好的路上。我知道，世子始终记恨大将军不肯追查小姐的死因。世子，你要明白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必须保密。我明白的。大将军说，你不愿杀人，可事实证明，该动刀的时候，你一样不会手软。世子和大将军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人。不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不会牺牲家人。世子和大将军的事儿，我不便多说。可大将军和我说了，等你闯上青城，我就把这些年追查到的所有细节都交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多少年，哪怕我和大将军都不在了，可你一定要追查下去，替小姐报仇。他不说，我也会查下去。世子，稍等，我去给你拿些东西。好。抓得太紧了。疼吗？不疼。对
不起，你怎么也不很疼啊？王妃是个好人。记得我刚进王府的时候，既害怕又伤心。是她的温柔，让我缓过了最难的一口气。徐凤年，我愿意和你一起为她报仇。但我和你还是照样势不两立的。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在里边了。姑姑何时嫁给了吴灵素啊？在入神霄派之前就嫁了，当时有了世珍，她和世子差不多大。人在哪儿？在京城。你姑父被封青城王，受命与北凉抗衡。说起来权势不小，是被当成了人质。只要我的身份不拆穿，他就没事。得想个办法救他回来。他的事，世子不用担心。你好好看这个，看完烧了。姑姑去哪儿？我有些事情去办，一会儿就回来。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很贴心。999感冒灵邀您继续观看《雪中悍刀行》。要不你读给我听，还是一字一文？你疯了吧？你姑姑隐姓埋名查了这么多年，多重要的事你让我来读？没事儿。你自己看。送的什么消息？我们有多久没见到世珍？他一个人在京城，无人可信，随时都有亡命之险。我问你送的什么消息？徐凤年此行细节，这本来就要送去京城的，得让他们知道，徐凤年闯剑阵，京城才会更相信我们的立场。还有呢？还有北凉的军营部署，用这个才能换世珍回来。小姐待我如姐妹，我这条命都是她的。只是一份军营部署，并不牵扯绝密。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救自己的儿子，不用人教。打世珍最后一次传书回来，你就开始心神不宁。是他叫你这么做的。世珍也是想逃离险地，和我们团聚呀。世珍在京城有没有投效皇室？当然没有。那就好。
你就不想救他回来？你真的要为北凉献出儿子的命？大将军已经启程前往京城。他跟你说过要救世珍回来？没说过。那你怎么信他？如果这次京城之行，大将军没有带回世珍，那我就亲自入京，救回儿子。如果你真要把北凉的军情送去京城，那我就只能在小姐的灵前自尽。好吧，我不送信。这些事不要讲给世子听。看完了。要害我娘的是黎阳皇室。不是没有具体线索吗？这上面记载了我娘进京的具体时间。2个要点：一，刚怀了我；二，当时京城正要给徐孝封王。黎阳朝给你爹封王是无奈之举，他扫灭6国，不封王，天下人都会心寒。但黎阳皇室绝不希望北凉大军有一个少主，所以我娘怀孕是皇室最害怕见到的事情。那你的仇人是黎阳皇室啊？是。这结论你爹也能推出来，他为什么不起兵杀进京城？北凉若反，天下必将分崩离析，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因为这个仇都不报了。不是不报，是不该拿天下做筹码。什么意思？当年若真是出动大军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想皇室也没那个脸面明着出手，是暗中劫杀。我娘是吴家剑种近100年来第一天才，要想杀她，定是高手，恐怕不止一个。我会把当年伏击过我娘的人一个一个找出来，亲手斩下他们的人头，祭奠我娘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自去京城查明真相。你娘有东西留给你，是什么？跟我来。我在这儿等你回来。这儿已经离青阳派很远了吧？青阳派太瞩目，小姐喜欢清静。这是什么？我和小姐出自吴家，我知道，吴家剑种曾是天下剑道之宗，早就不是了。李淳罡
邓太阿、建九皇，天下用剑强者层出不穷。吴家气运上，已然输了半筹。毕竟底子还在。有底子，也有规矩。当年吴家不许小姐和大将军相近，小姐和吴家决裂，白马走辽东，两人才走到了一起，也才有了世子。吴家一定气疯了。吴家人走后，佩剑都要回归剑中。可小姐已被吴家逐出家门，她的剑已经是回不去了。所以我把小姐的佩剑就封在此处。小姐走之前和我说，世子若是选择习武，他的这把佩剑便交给世子。北凉纵横天下，小姐手中剑曾让天下英雄低头。小姐还交代，世子若是将来遇到恰巧习剑的好女人，就当是小姐送的聘礼。我怕是遇不到娘亲一般女子。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子，便是天下最好。山里的大家伙，你就是小雀儿。大家伙是老虎吗？是怪物。说是怪物也不为过。它是青城山的一只异兽，名为虎魁，凶悍无比。姑姑见过，交过手，它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它。是在争斗。奇怪了，青城山并无野兽能与它对敌。徐凤年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徐哥哥人挺好的，还教我吹叶子。当时我就想过了，有机会要亲自做个媒，给他找个好姻缘。不过现在有你了。等一等，什么就有我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也没替他找到合适的，就是可惜，总觉得他该配天上仙女。走吧。这就走了？小雀儿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徐哥哥，我刚才已经把你的事儿放下了，放哪儿了？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走了。啊，留这儿也好。这次时间太紧，等我出行回来再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一言为定。怎么了？我替你可惜，你都不知道，仙女你都错过了，便宜你了。我错过什么了？怎么就便宜你了？别问了，这是你娘给你的。大梁龙雀，我娘的佩剑。你不是学刀的吗？这也是我娘给我将来媳妇的聘礼。拿剑做聘礼，有点凶险吧？
给。你干嘛？你是我丫鬟啊，你不替我捧剑，还我自己拿着啊？是这意思？不然呢？没不然。你姑姑呢？姑姑不能送我出去，不能泄露我和姑姑的关系，要让天下人觉得我与青阳派为敌。我明白。所以你也不能从大门走。我进青阳派，背个剑匣子出去，说不过去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从侧门走，从林子里绕到前面山路去，我让马车在拐角等你。10万行不行？20。成交。我是不是要少了？不对啊。等会儿，你记住啊，贴着林子走，千万别进山。我又不傻，能不认路吗？你记好了。哎，出来了。今日所赐，徐凤年铭记在心，你且等着，终有一日我会重返京城。让他走吧。是这边吧？听着吼声，像是遇到了绝境。奇怪了，这什么怪兽，敢和虎魁争斗呢？韦爷、青娘，随我进列。怎么鸟叫都没了？徐凤年。